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節目開始，我們先歡迎來賓前立委孫大千孫委員。大家好。台大哲學系教授苑舉正老師。思敏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資深媒體人彭華幹哥。思敏好，大家好。好，觀眾朋友，今天節目我們今天趕快來關心到的是北京現在針對經濟來開戰了。對日本的關係跟對南韓是完全不一樣的，對日開始做斷供哦，對南韓則是示好。現在中韓之間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就是共同抗日，並且呢，韓國的總統也承認了這個有關於一中的一個原則。那台灣有事成為清算線了嗎？接下來我們要來看東北亞被迫選邊站了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會一起的來做關注。先來看到今天3個火線話題，我們會請來賓幫我們特別做解答的。北京現在是開刀日本了，拉攏南韓。我們來看到對日做了哪些事情？他現在針對軍民兩用的物資會做全面的斷供，日本要為這個台灣有事論付出代價嗎？高市早苗能不能撐得住在這樣子軍民兩用物資全面斷供的情況之下呢？好，接下來第2點我們會來看到的是中國大陸跟南韓這一回站在一起高喊共同抗日，並且攜手捍衛2戰勝利成果。李在明還刻意秀出了在他們的會面的這個場子上面，秀出了習近平先前贈送給他的小米手機，並且一起做自拍，甚至還喊出針對中國大陸，他喊說這個遼寧是千金難買啊，還喊出一個中國。東北亞的這個布局陣營是不是要重新的劃線了呢？這個是第2個問題。最後一個問題，我們也會來看到。這一回，中國大陸對日本跟對南韓態度是完全不一樣的。中國是在對外示警一個新規則嗎？誰順北京，誰才有活路？誰背着北京就沒有好事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來一起做關注。好，趕快來看到是這一場在經濟上面對於日本的制裁，能不能真的打到日本的最痛處呢？能不能實現所謂的致命的經濟斬首行動呢？因為大陸的商務部最新公布，即日起是立刻生效的，全面禁止對日本出口所有軍民兩用的物資。這些物資加起來其實是非常的多的那麼主要就是報復這個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台灣有事言論，要從源頭來切斷日本不管現在在無人機的發展或在高階晶片上面掌握的這些關鍵的制造能力。節目一開始要特別請教孫委員了，大陸這一次針對於日本的這個軍民兩用物資的限制，可不可以被視為是一個對手的精準殺戮呢？能夠踩到日本的痛處嗎？委員怎麼看？對，我想我在這個節目已經不止一次提過了哦，就從高市早苗失言風波開始，你就看到來自於北京政府一連串的外部跟內部的動作。那這些東西都可以很明顯的看得出來，他並沒有打算讓這次的失言風波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所以日本原本打的算盤是說，借着一次又一次的模糊解釋，可以把這件事情混過去。但是很顯然的，北京政府並不買單。那既然不買單，他就不可能輕輕鬆鬆的就放過日本這一次了。那麼還不要講說他在這一次這個軍事演習的時候，日本已經是屋漏偏逢連夜雨了，你跟中國大陸的關係已經夠糟了，這個時候你還要來插一腳哦，你還要來囉嗦發言，那麼這些東西當然都會再的造成北京政府對這個日本方面的這個憤怒哦。所以我認為北京在一開始的時候，他就很聰明的主導了一個話題。我記得我在這個節目也說過，他主要強調的不是中日之間的仇恨。他一直不斷的鎖定在日本軍國主義復辟這件事情，因為亞洲的國家大部分都被日本侵略過啊，所以日本軍國主義復辟這件事不是只有中國大陸的事，它也是韓國的事，它也是東南亞國家的事。因為當日本不斷的強大起來的時候，誰知道日本不會重演當年24世紀大戰這樣的角色？你說現在不會，當年明治維新的時候，誰會想到日本會變成侵略國啊？可是它就是一個變成侵略國了。所以當高市早苗準備要把日本非核化，日本要開始做軍武擴張的時候，其實中國大陸抓住了這個痛調，是相當聰明的哦。所以為什麼中韓之間可以在這件事情上某種程度有共同的默契跟立場？因為韓國其實不亞於中國大陸哦，韓國民眾仇日的氛圍也是很強烈的。韓國當年不是沒有被日本殖民，沒有被日本欺辱，沒有被日本踐踏過的。
所以韓國民族對於日本的這個民族的恨也是深藏在心中的。所以當然這一次中韓之間可以在面對日本的這個議題上，很快的就達成一個共識跟默契了。那我認為李在明很聰明啊，李在明比高市聰明多了。你看李在明是兩邊都壓了，他一方面告訴美國老大哥說，我來幫你造船，你現在造船技術落後嘛，對不對？我來幫你造船，我投資幾千億下來恢復你美國造船業的榮光。可是另外一方面，他維持跟中國大陸良好的關係，所以某種程度來說，對中國大陸來講你光看到他怎麼對韓國，就了解說，這不是要求日本、韓國選邊站的問題韓國是兩邊都站了，可是中國大陸並沒有因此而對韓國這個遷怒。日本它不是兩邊站，它是站了一邊來打這一邊，那就是中國大陸無法接受跟無法容忍的所以中韓關係現在的確是快速的升溫各位，如果你現在去一趟上海我過去這一年大概每個月都在上海待1個禮拜到10天了，那個大街小巷都是韓國人我住的那個飯店以前沒有太多人的，現在天天爆滿，全部都是講韓文的韓國的客人，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中韓之間的民間的互動現在是多麼的熱烈跟密切。你更不要講說中國大陸關掉了日本的觀光之門之後，大開了韓國的觀光之門，所以對於中國大陸的民眾，他不能去日本，他都去韓國來。所以因此在這一次高市早苗的失言風波裡頭，其實韓國是最大的獲利者。那但是中國大陸這一次採取了更嚴厲的方法，就是斷掉了它一些相關的物資。你說會不會精準的打擊到？當然會啊！而且我要強調的是，不只是斷掉物資，包含在渤海的軍事演習，一波又一波。只要高市不收回這句話，我看接下來中國大陸的這個工具箱裡頭還有很多工具呢，那日本就只好等着接招吧。好，大陸這次祭出針對於日本的制裁，這個算是首波比較大型的一個制裁。接下來還有哪一些工具箱會持續的來做關注？那另外一邊剛剛講嘛，選擇站在中美之間這個兩邊都站的國家就是南韓了，非常的聰明。我們來看到南韓最近有什麼動作？因為現在呢，北京同樣正在迅速的拉攏南韓當中，我們來看到的是1月4號這一天，李在明總統，南韓總統正式的抵達北京了。那5號正式的跟習近平主席會晤。李在明非常的厲害我們看到畫面上，他呢其實除了跟主席握手之外呢，也拿出了他說呢，這是習近平上次訪韓時送給他的手機，並且呢跟他做自拍，跟習近平夫婦做自拍，還說呢拍到了人生的代表作，做球這個做好了非常密切的緊密的中韓關係。那麼習近平也在這一次的會晤當中特別去提到了中韓關係的重要性，他還說呼籲南韓站在歷史正確的那一邊，也重提了中韓過去曾經共同對抗日本的軍國主義，來攜手捍衛2戰勝利成果。李在明也呼籲了有關於這個共同抗日的歷史，並且他說尊重一中的原則，還說呢糧林千金難買。那麼他也說，韓中關係會在今年全面的恢復的一個關鍵元年。那要注意到的，這是李在明在短短2個月之內，其實跟習近平來做見面。這一次李在明他也帶了非常多的企業家，一共是400多位，而且都是這些大企業，不管是我們知道的 LG 啊、現代汽車、SK 啊、三星等等都有。那針對於比較有爭議的一些議題，就是大家想要知道的是南韓的稀土問題。現在呢，南韓也說了，中國已經同意了，透過這種制度的許可，可以協助南韓企業取得這種關鍵的礦物。第二個比較具有爭議的議題，就是有關於南韓要造這個核動力潛艦。南韓也說了，已經跟中國大陸說明了，目前是沒有太多的爭議。針對於中韓之間現在站在一起共同抗日，苑老師又怎麼看？南韓這一次為什麼要極力討好中國呢？是擔心日本軍國主義再起嗎？李在明這一次訪問北京是要告訴大家，尹錫悅的時代已經完全翻章了。那麼現在的話呢，在這個翻篇的過程當中，那麼李在明的話呢，他創造了幾項記錄。首先，第一個記錄的話呢，就是說原來這個韓國上任的新總統不訪問美國或日本，直接到中國去，這是第一次。那這個也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指標。然後第二個重要的指標的話呢，就是不曉得大家知不知道，就是韓國的聖地居然是在上海黃浦區的馬當路306號，叫做韓國流亡政府舊址。我去過那個地方，我去那個地方是看一個朋友，結果到那個地方的話呢，要改道，因為前面排了大排一大堆人，我以為美國領事館要辦簽證，後來搞了半天是韓國的觀光客要看他們的聖地。然後第三件事情的話呢，大家知道李在明這次要到哈爾濱去，把安重根的骨灰要帶回這個
日本在韓國去。那安重根什麼人呢？就是暗殺伊藤博文的人。那這殺的地方的話呢，就是在這個哈爾濱的這個車站。那是一個很了不起的。大家要知道，伊藤博文對中國人幹的壞事無限了居然是被一個韓國人，而且第一個韓國人的殺手就把他幹掉了啊！所以說這個是一個很重要。所以說中韓共同抗日出現了非常多的象徵意義。但是是不是能夠重塑東北亞陣營呢？我覺得還蠻難的，真的蠻難的。因為美國的話，我剛剛講這幾件事情，美國的話呢，希望韓國是聽話，做乖兒子乖孫子。但是這一不聽話的話呢，美國現在已經有動作，就是美國裁減了在韓國、在朝鮮半島上的美軍，而且完全沒有告知韓國。那麼這個意思呢，也就是說這是一個警告那麼對於韓國來講的話呢，你能不能夠面對朝鮮的威脅？那麼這是另外一個問題。那麼為什麼這一次李在明要帶了這麼多的400人的一個經濟訪問團來訪問中國的話呢？最主要是原因只有一個答案，就是經濟這個笨蛋問题就是在經濟。那麼韓國本身跟中國的近的程度上來講，所有的科技，因為韓國無論是科技也好，甚至說是演藝事業也好或者什麼 K-pop 或者說韓國的。他們現在都面臨了很大的威脅因為大陸自己搞起來的慢慢出來了。我告訴大家一個數字，就會知道韓國人為什麼不是很喜歡中國人的同時，你又要派出所有的這種財團要往中國走。大家知道韓國最有名的泡菜，我們叫韓國都叫泡菜。韓國的泡菜沒有很少是韓國自己做的，韓國99%的泡菜是山東青島一個鎮所做的泡菜大家要了解那麼對韓國來講，如果他知道這個數字，如果他有看我們的節目的話，要翻譯成韓文的話，是可忍孰不可忍韓國連自己的泡菜都要靠中國，他的經濟怎麼能不靠中國？所以這個大家展開了無限的想象空間，讓大家可以知道韓國在目前為止的依賴中國的程度，比依賴美國、比依賴日本要嚴重得多。所以李在明這種做法，目前為止沒有看到韓國有什麼大型的抗議。確實，所以我們看到這一次習近平主席也特別的跟借由因為韓國對他經濟上的依賴，也拉攏跟韓國之間的關係。那針對日本，則是做這種精準的經濟上面的打擊。怎麼看北京的策略，乾哥？你看這一次你說是 SK 海力士，然後還有那個三星、現代都去了，這些大企業都去，都要隨着那個李在明去。可是整個團有400人，我請問你一下，這麼大的團來的時候，你不用先跟中方知會嗎？中方一定知道你來了些什麼人他才會允許你進來。他不可能說，我今天就我都邀請你們，你們來多好都不管。我跟你講，這是一個經過特別縝密的計劃，也就是說，你們要來什麼人，要來什麼企業，要來談什麼問題，都已經早在出發之前都已經。這個雙方已經協商好了，要幹嘛？是做給周邊的國家看的。就是說，你看，我現在跟朝鮮半島上的南韓跟大韓民國為什麼這件事情的意義很重大？大家要曉得，這是10年以來中韓之間等級最高的會面。那你說10年什麼意思？大家還記得2016年的時候發生什麼事情嗎？好了，2016年就是發生的南韓的薩德飛彈部署事件，美國硬要在南韓部署那好像是咸鏡北道吧，然後問題出在哪裡，你知道嗎？問題出在美國要部署，那我南韓沒有辦法你就問美國不要問我他說沒有關係你說你沒有責任是不是？正好你這塊土地就是部署薩德防衛系統那個土地是樂天集團所有，好了，這下樂天集團你完蛋了。你在大陸所有的企業，因為樂天是連鎖企業嘛，它不但有零售業、銷售業，它還有什麼？它還有娛樂業，所以它所有旗下的藝人，然後經紀團體都不能來韓國表演，就有點像這一次日本的表演的個人或團體都一樣面臨這樣的問題。可是南韓靠這個吃飯你叫我通通不要來的話，我會完蛋樂天慘賠，結果後來全部撤出中國市場。所以10年前樂天的事件，就因為一個薩德飛彈，中韓關係冰凍了很長一段時間，到今天終於解凍了，而且這麼大規模，而且李在明還跟那個習近平夫婦2個人用習近平送給他的手機，這些都是意義。對，大家要看這個新聞的時候，大家都要看說李在明不是很簡單的就官事拜訪，然後大家合照給大家拍一下，不是他自己拿起來，你送給我的小米手機來，我們來合拍。所以這個意義非常重大，
這在都顯示出什麼？顯示出兩國解凍。那你說是因為日本的這件事情而就是說南韓得利嗎？也對，也沒有錯，本來就是這樣子。因為我們現在就要提升南韓在我們中國的國際貿易上面的地位。還有最重要的就是大家可能沒有注意到一點，南韓表示向中方充分說明了南韓的核子動力潛艇。我可以告訴各位，到現在為止，日本只是沒把話說出來，日本想要建造核子動力潛艇，因為這件事情一直被美國壓着。對，為什麼？80年來，美國不准日本碰核子一步，除了和平用途。你現在如果說你要造核子動力潛艇，日本，我告訴你，日本早就會造了，但是它不能造，因為美國不准。南韓我竟然准了，為什麼？也是美國同意的，你知道嗎？所以這一次南韓對於核子動力潛艇，他們要開始生產核子攻擊潛艇的時候，他必須要先向那個美國，因為也是美國幫忙才有辦法造。第二個就是要跟中国報告，不然的話你就會破壞區域和平。所以這件事情沒有在他們這一次的會談之中放在題目裡面，代表什麼？中國已經默許這件事情意義非常重大。為什麼？我准許南韓，然後如果日本你敢造的話，我可以告訴各位，絕對比台灣有事這件事情還要嚴重100倍。為什麼？因為日本開始走向真正的軍國主義，開始造核子潛艇的話，那就會天下大亂。中國絕對不會同意。所以大家看李在明這一次去訪問北京，其實他的收穫很大，也是警告日本。好，謝謝幹哥。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来。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接下來持續來關心到的是大陸很出招了，這一回斬斷的是一共我們要來看到細節項目了，1005項的日本的軍民兩用的物資，經濟上面也會另外出拳。剛剛講的1005項，這個是包含在軍民兩用的這些軍事物資。那另外一方面，我們等一下也會來看到在經濟上面的重拳，包括在觀光跟消費面也會來一起做關注。趕快來看今天3個火線話題，我們請來賓幫我們特別做解答的。這一次最新的消息是中國大陸針對日本的軍工高科技產業的出口開始有了非常多的限制，而且細項已經完全出來了。來看，包括了稀土，包括了關鍵的金屬和高階電子等等。那日本的軍工升級還有路嗎？這是第一題，我們會來特別做關注。第二件事情來看到是，因為日本政府一直要修改它的安保3法，尤其呢針對有關於核選項，現在也重新被提出來了，所以中國大陸就祭出了這麼多的制裁。日本真的能擋住北京這一波的施壓嗎？最後來看到，在包括了經貿上，也因為中國的這個制裁而導致日本的經貿降溫，觀光急凍。我們現在來看到的是大陸的組合拳能夠打到日本的7寸了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會一起的來做關注。趕快來看到是今年的最新消息，2026年的第1號公告，加強對日本的軍民兩用的這些物資來做出口管制，有哪一些呢？趕快來實際看到細節。稀土還包括了嘉鍺、銻銦、高階電子感測器跟雷射，還有呢，甚至到了航空的航太推進材料都在名單當中。還另外看到的還有核材料、化學製品跟微生物、導航、船舶等等的製品，這制裁的項目非常的多，等於直接掐住了日本軍工跟高科技升級的血管。怎麼看中國這次出手是針對於高市要修訂安保3法，因為它踩到了這條紅線嗎？這一波會不會比當初2010年釣魚島事件停工稀土還要對日本來說更傷？委員怎麼看？對，我想當然這次的出手，最重要的導火線還是因為這個高市的發言哦，介入了中國大陸所謂的內政的問題的紅線嘛哦，他對台灣問題做出了過度的發言。但是當然啦，就是說中國大陸為什麼這一次出手這麼重哦？那麼最主要的原因也是在於說那個是高市啊。各位知道，在日本的右翼的勢力是台灣台獨最重要的幕後支持者。就我過去從政這10幾年，
台灣的這些獨派的政治人物，他們很多的資金跟資源都是來自於日本的右翼勢力，像我們最早以前講到的那個什麼金美齡啊，這是很好的代表嘛。所以日本右翼的政客跟台灣的台獨勢力是綁在一起的。但是過去日本右翼的這些政客還會遮掩一下，就是雖然他暗中支持，他表面上不會講得這麼大聲，不會敲鑼打鼓。但是現在顯然從安倍開始一直走到了高市哦，右翼勢力現在把支持台獨哦這件事情逐漸台面化了。不但是台面化哦，還有逐漸擴張跟渲染的這樣的效果出現了，就好像今天台灣來了一個莫名其妙的日本的國會議員跑來這邊抗中保台，你知道我看到那個國會議員，我都懶得記他的名字，我都快要笑死了，干你什麼事啊？你跑來這裡抗中保台，你拿我們台灣當你的舞台，然後來大肆的罵了北京政府一下，然後你就拍拍屁股就走了，那你跟裴洛西有什麼兩樣？你跑來我們這邊演戲，最後吃苦的是我們，被報復的又是我們。日本的現在的政治人物都在玩這一招，所以對北京政府來講，他借着高市這件事情，他其實不是要打高市一巴掌而已，他是要狠狠的重打日本的右翼勢力，要讓他們知道說，你们必須要知所進退哦，你們不要以為這件事情上你們可以任意的踩紅線，那你更不要提到日本準備要修安保這個三文件了，這就完全就是日本軍國主義重新復辟了。我剛才講過，誰知道今天的日本會不會變成24世紀的日本？你知道去年你看美國的時候，你會認為美國今天會變成加勒比海的海盜嗎？誰會想到這件事？對，當時川普剛當選的時候，你會想到川普要派兵去搶格陵蘭嗎？你都沒有想到吧？那你都沒有想到了，那大家當然會想說，我現在把日本放寬了，誰知道日本會不會食髓知味？接下來24世紀的故事又重新上演了呢？所以其實對整個印太地區，對亞洲，為什麼韓國會有這麼強烈的感受？因為韓國也是深受其害啊，所以你很顯然的看得出來，對日本來，對北京來說，他這次吃了秤砣鐵了心了。你說這些東西會不會對他造成影響？當然會，稀土的影響就已經很大了。日本的汽車工業不需要稀土嗎？那你還不要講日本的這個軍工產業要不要稀土了？所以他這次很精準的把軍民兩用限制了1005項，他特別強調軍民兩用，原因是什麼？這他又師出有名的正當性了，因為他還是牢牢的綁住了軍國主義這件事，就是只要跟你軍國主義復辟有關的，我都把你卡住了。那麼他的大旗哦，就是在這個聲討日本的時候，他高舉的這個大旗是對抗日本軍國主義哦，所以在這個大旗上，其實他是站在道德和政治的制高點上的哦。那你說？全球現在進入了這個精密的分工時代，所以任何一個小的零件都可能卡住一個大的企業哦。所以大家不要以為說有日本的科技這麼發達，中國大陸能卡它什麼？別傻了，日本很多的這個基本的零件都是來自於中國大陸的。你不要講別人，你光講安氏半導體事件就好了。安氏的半導體有多了不起嗎？它是成熟製程晶片的。可是當歐洲的車企沒有安氏半導體的晶片的時候，就不要造車了。所以這是同樣的問題啊。就今天日本能不能夠經得起中國大陸一波又一波的限制啊，或者是封鎖？我認為當然很困難。所以其實中國大陸這次目標很明顯了，日本不屈服，他們不會收手了。對，好，所以我們剛委員幫我們特別提到了嘛，這個中國大陸對日本的制裁1005項，那特別委員也提到了，不管是稀土或者是零件，對於日本的衝擊是非常大的，汽車啊、軍用武器全部都需要用到這些東西。幹哥又怎麼看？這對日本來說是不可承受之痛嗎？好，我跟你講哈，你來看看那個安保3法哈，那個安保3法的內容是什麼？第一個，增加防衛預算啊，增加防衛預算其實很容易啊，對不對？但是第二個，修改無核三原則，修改無核三原則是什麼意思？也就是說，無核三原則就是不能夠用在軍事目的上，也不能夠用在就是說相關的很可能是武器方面的研究。就反正他這本來就是他們日本憲法戰後憲法的規定，但現在要修改，右翼勢力極力在推，為什麼？你知道嗎？因為我們當然有很多的核能發電廠，對不對？在日本，可是我們始終沒有對於核子能的另外的一項的應用。對，其實我說句實在話，有人講委內瑞拉你就是沒有核子彈，不然的話我跟你講，你就像當年古巴為什麼後來沒有被美軍登上岸來？因為蘇聯那時候威脅，我就在這邊放核彈，所以古巴當年美國沒有上去制裁它成功，就是因為蘇聯本來要放核彈，後來雙方都退一步，各退一步。那委內瑞拉這次因為就沒有核彈，日本也一直在想這個問題，我哪一天我需要有核彈，核彈之前我需要有核子潛艇，我有核子潛艇之後，我國際地位完全不一樣，但是因為它是被
核彈就是說曾經這個摧毀過的國家，所以他們自己本身有那個認知，說我們不要碰核子武器。那現在高市早苗上來以後，完全想法不一樣。他認為說我們應該要有，為什麼？但是我們要有不是馬上有，是循序漸進的啊。所以除了這個以外，還有取消武器出口限制啊。你的意思是說，日本武器也要開始要对，沒錯，就在這次AUKUS，就是那個美英澳啊三國聯盟啊AUKUS那個聯盟裡面，現在就是說他們要說乾脆你不要跟日本買潛艦了，我們來幫你造潛艦，還幫你造核子潛艦維吉尼亞級，澳洲就很開心啊，就被美國騙了，你知道為什麼嗎？因為AUKUS決定要幫澳洲造潛艦，從現在開始算10年之內他都拿不到，但是日本如果他願意提供新的那個大鯨級或蒼龍級潛艦，他2年之內就拿得到。所以澳洲現在有點後悔，你知道嗎？你要曉得說，日本他現在積極想要拓展他的國際的武器市場，他要嘗試着跨出那一步。那這些東西你加起來看的話，你就會發現什麼？日本一旦能夠踏出這一步的話，他就回到軍國。所以說大千講的對啊，你怎麼知道他接下來會變成什麼樣子？他會不会變成怪獸？你不知道他以前就是曾經是怪獸，他以前曾經怎麼樣欺負中國跟南韓、朝鮮，還有東南亞，他是一個什麼樣的怪獸？他怎麼樣被演變成那樣？那就是因為國際聯盟的綏靖主義造成他這樣，造成希特勒變成那樣的殺人魔。所以我跟你講，日本的軍國主義，你現在只是暫時被壓抑着，右翼勢力只是暫時抬不起頭來。但他一旦翻身過來的時候，你會拉不住他，因為日本有這樣的工業實力。現在日本的稀土50%控制在中國的手上，有我們知道的，除了稀土之外，還有鎵、鍺、銻這些重金屬，這些都就是說老實講句，來源都在中國的手上。那日本從別的地方拿得到拿不到？拿得到，但是問題是它的成本會增加。你現在如果說真的已經確定了戰略目標的話，日本就會從別的地方去拿這些東西。為什麼？因為這些是無人機跟電子導航感測器這些高階零件的這些設備。如果今天你在中國商務部它今天第1號就是限制這些東西的話，就是2026年的第1號，你就曉得說它的影響其實非常的大。我認為中國現在的做法是對的。為什麼？我就是明白告訴你，日本，你不要去妄想去改變現在東亞的局勢。如果你真的想要改變的話，我一定不是除了旅遊，那是軟制裁。我有硬制裁的方法可以对付你。好，這個是硬制裁，針對中國大陸對於日本在軍事上尤其的制裁。那另外一方面，除了在這個軍事上面、科技上面這些高階科技的制裁之外，我們來看到大陸也針對經貿跟觀光，針對日本做了很大的制裁。尤其先來看到經貿日中本來在今年會有個經濟團體新年會，那麼中國駐日大使已經確定了首度缺席，3大經濟團體原定1月訪中計劃直接延期。再來就是觀光，現在也是急凍中國遊客占日本消費觀光20%以上，其中靜岡更是高達40%如今在日本的百貨還有免稅的這些藥妝銷售年減幅暴增達到了20%，飯店價格暴跌，地方經濟急凍。一個是針對軍事的制裁，另外還有觀光消費，對於日本的衝擊有多大？老師，這個對日本的一個衝擊的話呢，其實是一個全面的哈，因為剛剛我綜合下來，大家要了解啊。那麼當然的話呢，這一次1005項當中呢，最重要的，我把它戲稱為光刻膠大戰稀土了啊，因為日本的話呢，仗勢的這個工業的這個就是獨斷的一個產品是光刻膠了。那大陸現在的話呢，就是不是做好準備的話呢，也就不會發布這條消息。我不曉得大家記不記得上個禮拜的時候，日本還有一個消息，就是日本的話呢，他們所使用的稀土的話呢，依然有65%以上是從大陸進口。那個時候就很多人覺得奇怪，大陸怎麼遲遲一直不肯出手？那現在的話，這不就出手？這個出手的話呢，有2個問題是非常明顯的啊。第一個是即刻生效。馬上就生效，就說昨天1月6號宣布的啊，今天是1月7號嘛，對不对？馬上就開始生效了。所以說日本的話呢，他們那個太平洋司的話呢，這個司長的話呢，就外交部的哈，叫做金井正章
啊，就是前一陣子跟劉進壽在一起，劉進壽穿那個武士裝，插了口罩那個金井正章啊，然後呢，他就馬上提出嚴正的抗議。這個對日本來講的話，日本的準備不足。然後另外的話呢，所有的軍事的科技的話呢，有關軍事方面的生產的話呢，他都全部要停止。然後再接下來，你剛剛有提到的觀光的話呢，那麼對大陸來講的話呢，這個觀光現象，其實嚴格來講，大家如果注意這方面消息的話呢，日本在觀光的這方面表現得非常強硬的啊，有很多的餐廳講不招待中國人，甚至還有餐廳的話呢，中國人貴了60%啊，這些現象都發生，所以這個情況是越演越烈。所以大陸現在普通老百姓的話呢，也可以感覺到去日本玩是不受歡迎的，那就不要去了。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的話，對日本來講，但是日本整體來講，關西地區遭遇的損失特別大啊，因為日本人喜歡去關西，就是京阪神加奈良什麼，日本人喜歡，就是日本人喜歡歡迎中國人就在那邊。因為我到這邊以前，我跟那個神戶大學有合作的時候，那神戶那邊的街頭上的話呢，裡面所有賣那個藥妝店裡面全部講中文的啊，那進來沒問題，我給你介紹一下，都是這種情況。所以說，對這個目前為止的話呢，發展來比較嚴重。不過我要講一個比較重要的消息啊，大家一直都很關心，就是說這個昨天公布講說，近期高市早苗近期內對中國發言不遜所產生的一個結果，是構成了這一次1005項的這種軍事以及民用上的產品的制裁。那大家就會想到問說，那會搞到什麼時候？我告訴你，今天那個毛寧就說話了，日本要去軍事化，日本不達到去軍事化的目標，這個不會停的。啊，這個反正已經呼應了我們前面2位來賓所講的內容，就是說日本一個戰敗國就沒有資格擁有任何的軍事化，不要說是自衛了啊，就是擁有任何的什麼導彈啊什麼，通通都不行啊。那這個情況的要求，這個標準講起來的話，我覺得像以我這種啊這個熱血分子的這種身份來講，那差不多，日本如果去軍事化的話，那麼才可以停下來。啊，如果日本一旦不去軍事化，那就要像俄羅斯教訓烏克蘭去軍事化一樣的展開特別軍事行動啊，那我蠻期待的。好，謝謝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接下來我們特別關心到的是歐洲現在挑戰美國跟俄羅斯嗎？因為呢，他左邊力挺烏克蘭派兵，右邊又保護着格陵蘭，不讓川普拿走。那另外一方面，我們來看到普丁則是打美氣來試試看川普的反應。北約的危機升級了嗎？今天就這些議題一起來做關心。這幾天尤其我們要來特別看到的是歐洲35國的領袖呢，他們這一次在巴黎舉行的這一場聯盟峰會，這個是舉行的志願者聯盟峰會。BBC 報道呢，我們來看到最新消息，英國首相施凱爾怎麼說呢？他說，如果俄烏達成和平協議的話，英法呢會在烏克蘭這邊的各地建立軍事中心。法國總統馬克宏也說呢，會向烏克蘭來部署數千名的士兵。那另外一方面呢，我們都知道，川普他一再的表達說他要拿下格陵蘭的這個意圖，現在歐洲國家其實也蠻緊張的。許多的國家，歐洲國家大國們現在也發布了聯合聲明。怎麼說呢？我們來看到法國、英國、德國、意大利、波蘭、西班牙說啊，丹麥主權是涵蓋格陵蘭的，丹麥是北約的一員，北極的安全是歐洲的首要任務，似乎就是要打臉川普總統。所以節目一開始特別來看到歐洲現在雙線挑戰美俄了，不管是針對烏克蘭派兵的議題，或是針對於格陵蘭的議題，這是要對抗美俄的超級強權嗎？歐洲的底氣來自哪裡？委員怎麼看？對，這分2個層面來談這個問題哦。先看一下歐洲對俄羅斯啦，我是不了解歐洲的這些政治人物究竟是蠢還是壞，他們所做的這個宣誓根本上就是一個幫倒忙的事。俄羅斯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歐洲的部隊擺在烏克蘭，然後呢，你們這些國家呢，一個接着一個爭先恐後的在宣誓說我要在這裡設一大堆軍事基地，你不就是嫌俄烏戰爭打的這個希望要和談，你們就是破這個局嘛？你們就希望他乾脆打得天長地久就算了。我如果今天是俄羅斯，我怎麼會買單呢？我就是不希望你北約東擴然後你歐洲這些國家一個接着一個在那裡要派兵來，那根本就是踩到了這場戰爭和談最重要的一條紅線嘛。所以我實在無法理解，我就是歐洲這些國家究竟是要幫烏克蘭還是害烏克蘭了？現在顯然看起來，他們這樣的操作只能夠讓俄羅斯繼續這個持續的把它打下去了，因為俄羅斯絕對不可能容許
這個北約的部隊擺在烏克蘭的。如果今天歐洲這些領袖真的希望這場戰爭停下來，他應該做的這個承諾不是這個，他應該是要呼籲，比如說聯合國派維和部隊，或者是中國大陸啦，這個俄羅斯可以相信的國家派維和部隊到那裡去，那這勉強還說得通。就你們自己跑來那裡去，大家來衝英雄，這就好像我剛才講到的那個日本的250國會議員跑來台灣喊半天一樣啊，就喊得好像很勇敢，喊得好像為台灣，現在你們喊的為了烏克蘭，可是所有你們做的事情都是搬石頭在砸烏克蘭的腳，那你回過頭來講美國，我是覺得很妙的是你們還記得歐洲那個時候一直不斷的在講綏靖主義，綏靖主義，說我們不可以容許俄羅斯這樣幹，這就是綏靖主義。那現在美國已經變成加勒比海的海盜了，馬上就要變成北極海的海盜嘍。那麼現在是怎麼樣？北海小英雄要上演了。那麼歐洲要不要講句話？你能夠容許美國再繼續這樣幹嗎？這不就是綏靖主義嗎？俄羅斯也不過就是侵略了一個烏克蘭，美國搞完了一個委內瑞拉，接着搞哥倫比亞，馬上就要去搞丹麥了。這歐洲怎麼都不講話呢？所以我常常講，歐洲的這些政治領導人都是一群懦弱的侏儒，他們習慣了當美國的奴僕了。你看看馮德萊恩講過什麼重話？你看看那個北約秘書長呂特說了什麼？這兩個家伙，你們現在不應該出來批美國嗎？你們當時怎麼罵俄羅斯的？你們現在就應該罵美國。美國馬上就要打到你們格陵蘭來了。我實在是很妙，我很想知道說，那北約要不要援引北約內部的條款呢？一國有難，大家共同出手呢？這個時候北約要不要表個態？所以我認為歐洲的這群家伙在烏克蘭的問題上是搬石頭，每天在砸烏克蘭的頭，然後呢，在這個格陵蘭的問題上呢，又是一群懦弱無能的小弟，只能夠稍微小聲的喊兩句但是絕對不敢點名川普，也絕对不敢點名美國。你光看看馮德萊恩跟看看這個呂特這兩個奴才的樣子就知道了。對，好，針對於尤其是烏俄戰爭這件事情，其實現在歐洲也出現了不同的聲音。除了剛剛我們特別幫觀眾朋友看到的英法兩國是說要在烏克蘭這邊呢建立軍事中心，但是也有一些國家它是不願意的。現在整個歐洲內部呈現兩個完全不一樣的聲音。来看到，尤其是意大利。畫面上看到，意大利总理呢，他直接表態了，我們不會派兵的進駐烏克蘭。德國總理梅爾茨他也在推脫，他說，不管是派兵的規模或者是類型，其實都是需要我們政府做更多的討論的。那也許我們可能會派兵呢進駐在臨近烏克蘭的北約國家邊境，有一種象徵性的聲援。好，這個是比較模糊一點。那不派兵的國家還有捷克、波蘭跟這個拉脫維亞。那最挺俄的匈牙利到現在也還沒有表態。現在我們可以看到，歐洲國家簡直就是出現了兩派的一個分裂。普丁會不會趁這種態勢來做一個擊破呢？那另外是一些國家是不是擔心普丁會把他們視為下一個目標，所以也悄悄的晉升了？苑老師怎麼看？我想起來在 KTV 唱了有一首歌的一部分的歌詞叫“一生愛錯放你的手”。我是留歐的，在那邊住了10幾年了。剛剛大仙問到你到底是笨還是壞，我跟你講，他是笨笨當中自然包含了壞那做出錯誤的決定嘛這個真的我講講，我是在嘲弄我自己的人生我自己覺得話呢，沒想到歐洲這麼笨，就導致我們留歐的學生大部分都聰明不到哪去了那麼我現在必須要強調一下，你這個事情呢，歐洲本身來講，它就根本沒有團結的可能。就連英法當中叫得很大聲，派幾千人到那邊，已經是一個完全是人家勢如破竹的戰場上，基本上是送人头的。話就講到這邊，不會真的派兵的，也沒有講誰出錢。那麼德國人的話向來是比較誠實的，但是莫茨呢是笨的誠實，所以他基本上講說我們的話呢就是這個要經過國會的同意。那廢話，國會怎麼可能同意嘛？對不對？要派自己的子弟兵去送死。那另外的話呢，我必須要強調，你剛剛強調就是說像捷克啦或者說是這個波蘭還有立陶宛，立陶宛不是跳得很兇嗎？立陶宛不是最兇跟台灣什麼不怕中國什麼的講明了。他不派兵就算，他們是距離烏克蘭最近的國家，他們要去講派兵了。普遍講到說，你們立陶宛的話呢，被我們收拾了100多年不夠，是不是？你還想再來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另外的話呢，我會覺得歐洲現在處境非常尷尬，因為說呢，美國本身來講，尤其是這個川普說要格陵蘭的事情，他講的再直白不過了那現在只是缺總督而已，但委內瑞拉的總督是盧比奧出來了那立陶宛的總督是誰？還沒出來，只差這一步而已。那這個太難看了，你知道吧？搞到最後，所以說呢，這裡頭當中我講說英國、法國、德國這個什麼意大利什麼的。大家有沒有注意到，莫名其妙冒出一個西班牙
啊，西班牙原則上是距離烏克蘭最遠，但是西班牙為什麼？因為西班牙替以西班牙語講話的國家替委內瑞拉發聲了啊，替拉丁美洲發言，因為他自己是原來的就那邊殖民國嘛，所以你在這種情況下，歐洲是各有各的算盤。但是整體來講，因為很笨的關係，所以做出來這個決定的話呢，就是說做出一件很壞的決定啊。我們講壞有兩個意思，一個是心術不正叫壞，另外一個你做出來這種決定，就搬了石頭，我本來正想接下去搬了石頭打自己的腳，就搬了石頭打人家的頭，這個就叫做壞啊。所以我只能夠講到這邊，再接下來我說不出來，因為你這個消息怎麼評論呢？全是假的，就不可能實現的。好，這個是有關於在這場烏俄戰爭的這個政治外交面。那另外一方面，我們趕快帶光朋友來看到烏俄戰爭現在的實際戰場的進度哦。俄羅斯在1月5號這一天又對烏克蘭發動了這一波新的飛彈攻擊，其中一枚是直接命中了比較重要的地點，就是聶伯城一處。重點來了，它是由美國的農業巨頭這一家叫做邦吉公司持有的葵花籽油的儲存設施哦，它直接就打美氣了，那導致了300公噸的葵花籽油直接外洩。烏克蘭外長認為說，這個就是一個蓄意行為，因為俄羅斯已經做過很多次了。那確實現在看到俄羅斯正在系統性鎖定美國企業，直接做進攻。這個普丁是在試探川普嗎？川普也曾經說過，美國企業能夠作為烏俄戰爭的一個緩衝，現在看起來完全不是這樣。幹哥怎麼看？所以烏克蘭又逮到機會了，外長西哈比他馬上就說：“我跟你講，你看，什麼地方不好打，你給我打這個邦吉公司。邦吉公司是什麼公司？他就想說，在烏克蘭裡面有一個非常漂亮的一個，把油桶哦都畫成烏克蘭國旗的樣子，那叫邦吉公司。做什麼的？專門做葵花籽油。為什麼？因為葵花籽在烏克蘭的農業生產上算是一個大項。那美國就在那邊設廠。那邦吉公司呢？我可以告訴各位，也是像那個大仙講的，海盜出身的。他從17世紀哈，他就是你知道到處劫掠。為什麼？老闆誰？荷蘭人。荷蘭人還在當海盜的時候，不但我們台灣也是被他給占了，後來鄭成功把他給趕跑，對不對？那邦吉公司他最早就是說，他們在全世界，他們就是投資那種有經濟價值的農作物啊，以及各種農產品的買賣。後來邦吉公司它從阿根廷回到了紐約的市場上去掛牌，然後在美國至少有35處的工廠，然後它每個工廠都，那其實不叫工廠，那個谷倉啦。你從這邊看過去就看到，哇，那谷倉真的大得嚇死人。然後呢，它在烏克蘭投資已經快10幾年了，所以說它是全球大概是非常知名的農業生產公司，以及就是說行銷的公司。這個公司的每年的這個交易量是大概到上了幾百億美金，市值啊，它這個公司市值100億美金。所以這麼大的公司，你今天俄國人用什麼飛彈？用伊斯坎德地對地中程飛彈去打我們這個葵花籽油公司，結果你要打到你知道嗎？300噸的葵花籽油漏了一地，要用什麼？要用推土機去運的石頭跟沙來鋪。為什麼？如果你不鋪的話，這個卡爾可夫第2大城，這烏克蘭的第2大城走不動了，因為滿地都是葵花籽油，所以你就看到那個場景，說戰爭打到現在連這個民用物資哈也可以這麼浪費了，你心裡就很痛。其實不只是這樣，俄國還鎖定了一些暖氣設施以及供電設備，也就是專門對它的民生的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大家就曉得說，除了這個之外，連美國的企業都已經成為目標。那川普，你現在出來講講話啊，你講話，你看你要怎麼解決啊？不過川普對這件事情到現在還沒有講話，我們很期待他看看，連美國企業都被攻擊，美國應該採取什麼樣的立場？好，謝謝幹哥。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接下來我們要來特別關心到的是中國大陸的高鐵，這一次的里程數破了新高，達到了5萬公里，是世界
所有高鐵這個加起來總和甚至達到2倍。我們今天會來特別關注到，包括了這個全球最大大陸的這個鐵路的網絡之外，還有最快的動車，這個是 CR450極速列車如何改寫全球的交通樞紐格局，並且透過一帶一路創造這個貿易順差，達到在去年前11個月兆元美元的這個佳績，並且劍指美國。好，今天就這些議題一起來做關心。趕快來看到呢，確實現在呢最新的統計，大陸的高鐵的里程數突破了5萬公里，尤其特別只是在14-15期間就增長幅度高達了超過30%，建成了世界規模最大的高鐵網路。那麼2027為止呢，在2025年7月為止呢，營運的里程已經是世界上其他國家的2倍，總和2倍。營運目標，他們認為說接下來1年還要增加到6萬公里，做得到嗎？苑老師怎麼看？大陸的高鐵是一張了不起的名片。我跟你講，我最近跨年的時候，從成都到重慶。我1989年的時候，成都跟重慶我都有親戚啊。那個時候我住在成都，我重慶的親戚要來看我的時候，跟我講晚上8點鐘上車，早上天不亮6點鐘到啊，就整整的話幾乎坐了10個鐘頭，從那個重慶搭那個綠皮車一路晃到成都來找我，然後再搭車來的話呢，整整搞了12個鐘頭。這個交通當中的話呢，我上個禮拜從成都到重慶啊，就是到重慶的沙坪壩，原來我家人就住沙坪壩，1個小時零2分鐘。而且的話，为了享受一下，坐了人家给我買了商務艙的票，一坐去哇不得了，跟那個真的坐吧，對不對？不就覺得躺隨便你躺平坐着。我跟你講啊，舒適快速，而且的話呢，裡面一進去的話呢，哇還有人服務，讓我想起當年台灣還有空中不是有車長小姐的時代啊，一見什麼的，這個是講大陸的高鐵的話呢，我再舉一個例子讓大家了解。你看，我們都山東人對不對？我們的首會在濟南對不對？那濟南來講的話，這是比較偏東的，也靠海對不對？但是我告訴你，濟南最遠的一個高鐵站，從濟南到成都8小時。你想想看，這個是什麼概念呢？就是整個大陸，你知道大陸有多大啊？大陸有多大？我們在台灣坐的高鐵，動不動就停下10分鐘就停下來，那個高鐵都成了中鐵了。在大陸的話呢，哇，我從成都到重慶，它基本上是完全沒停的，一上去一坐好啊，到了，就這樣1個小時。原來12個鐘頭，現在變1個小時。所以說大家要了解。另外，我要講一件事情啊。事實上，這邊提得非常清楚，大陸的高鐵只有5%的賺錢，大概就是從北京到上海這一段，就是5個小時到這已經是很不得了。現在從北京到上海，能夠不坐飛機都沒有人坐飛機。這個高鐵又安全又方便，但是有一個問題，就是你要了解這個制度。大陸在考量的時候，只考慮社會平等、社會主義的國家，問到大家出行是不是方便，沒有考慮到什麼錢不賺了就把這條取消了。沒這回事兒，大家都要。現在的話呢，有很多人就是到新疆的時候，到烏魯木齊去也搭高鐵12小時啊。那為什麼？這個肯定賠錢的嘛，對不對？因為那個整個製造的那個成本多大啊。那麼另外的話呢，我們講大陸有很多的大型工程，他們都是不計成本，目的是什麼呢？目的就是為了改善民間的生活，要把城鄉的距離拉近。你看我們現在台灣不大，對不對？但是台北跟台北以外差距多大？啊，那大陸有這種問題嗎？你大陸可以找出一手可以拿出10幾個城市，他們都很好。比剛剛我們委員講說啊，常常到上海去。大陸現在像上海的城市多得不得了，你到合肥看看，你到徐州看看啊，你到什麼臨沂看看，人家也沒有很差的，他們照樣有工作發展的環境啊。這個才是一個國家應該做的事情，這個就叫社會主義，就是不顧成本，只為老百姓的幸福。好，高高老師幫我們特別看到的是，這個是全球最大，目前為止在中國大陸最大的一個高速鐵路網。那除了全球最大，我們來討論全球最快。趕快來看到這個動車，這個是CR450的動車，現在呢已經創下了幾個重要的記錄。首先看到第一個，單列時速453公里，那相對的交會890公里每小時的世界紀錄。幹哥又怎麼看？啊，就像苑老師所講的哈，我跟你講，你認為從這個北京坐到那個烏魯木齊那個路線會賺錢嗎？不是只有這樣而已。國鐵集團，它2026年它要投資2000億人民幣，哇，聽得頭都痛了。2000億人民幣，你要幹嘛？他要開始測試那條叫成渝中線，就是成都啊，在那個四川的那個成渝中線那一條路線可以讓你跑到400公里，現在還沒有。現在大陸最快的叫350公里的動車，也就是高鐵。現在我們要跨到400公里以上，那這一條路線要測試，就是用成渝中線來測試，投下大量的金錢。為什麼？
因為一定要達到400公里以上，這樣子對大陸國內的民生經濟以及它的戰略的規劃有很大的影響。你說350已經很棒了，為什麼還要再快，对不對？你說那個商務艙已經很舒適了，為什麼還要跑那麼快呢 ？No， 我就是要跑到450公里以上，我才能夠真正在縮短城鄉之間的差距。這樣子，在未來的這個民生經濟的調控上面，他們才會用高鐵這個數字來當做一種依據，可以調控。而且我跟你講，它整條路線哈，它現在在測試之中，他說沒有到60萬公里啊，不能開始營運。為什麼？我們台灣的高鐵什麼從什麼南延到什麼屏東，那只要你跑2趟啊，可以就上了。它不是。他們說沒有跑到60萬公里，60萬公里可以繞台灣好幾10遍了，對不對？他一定要測試到那個地步，代表說我的高鐵就是我的動車已經有那個技術水準，我才能夠開始賣票載人，而且整條路線你知道嗎？它還減輕它的鋼架的那個重量，然後用新的鋁合金技術，也就是說你現在去看它那個，你光看那個火車，就不是火車啦，高鐵那個車廂。你光看那個車廂，你就會覺得說非常流線型、非常摩登而現代化，對不對？沒有，它現在連那個鋁合金材質，它都盡量把它減輕，而且它還有什麼？就是說你到站的時候有轉換站的那個設施有沒有？它連那個材料它都把它輕量化了，所以你就然後再加上一定要的人工智慧啊，將來這一條路線上面的動車都是用人工智慧來操控的。現在人工智慧，也許你可能會發現，在就是說，就北京到上海啊，或者上海到浦東啊這些路線上面，你也許看得到一些應用。但是將來像它這樣子的，就等於是極速高鐵，它完全是用智慧化的控制。那我們到時候會看到更令人日新月異、更不敢想象的特別新穎的技術在我們眼前展開。是好，所以我們看到大陸的這些新技術之下，許多媒體也報道，現在大陸的這個高鐵的技術已經超越了日本跟法國。但是當然了，還是有一些媒體去酸有關於大陸的國鐵，他說呢存在龐大的一個負債。這是來自於《明報》的報道，他說中國大陸的國鐵總負債6.2兆人民幣，只有5%的高鐵路線是有盈利的。那大家就在看說，為什麼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大陸要背負這麼大的債？當然，日經就出來幫忙解釋，他說呢，2025年大陸靠着貿易順差45%都是來自於“一帶一路”的國家，佔比超出美國出口的24%，是歷史新高。而且呢，在去年前3季，尤其是到11月以前，大陸更是創下1兆美元的貿易順差。靠的就是這一些“一帶一路”，還有這些基礎建設的輸出。委員怎麼看？這是成為對抗美國貿易戰的一個重要的一個項目嗎？這當然是啊，這牽涉到很多的問題啊。我們先講對內啦，對中國大陸來講，它的運營高鐵根本就不是為了獲利啊，它的運營高鐵是為了要解決剛才苑老師、剛才幹哥都提到的民生的問題，解決民眾最基本的需求、交通需求問題。更重要的一點是，因為高鐵讓中國大陸可以做到鄉村城市化，這才是關鍵問題。各位知道，對中國大陸來講，如何擴大內需，如何拉高收入，如何推動這個鄉村地區的發展，讓他們能夠更現代化，這是關係到中國大陸接下來的經濟動能啊。就如果越來越多的鄉村能夠城市化，那麼它當然消費的能力就會變強，然後接下來這個土地的價格會變高，然後接下來更多的企業會入駐。那麼對中國大陸來說，這才是真正最重要的經濟推手。所以高鐵就是這樣的一個工作。否則大家想想，我們不要講中國大陸，就講台灣好了。你看看台灣為什麼每一個縣市都要爭取高鐵設站？那我高鐵設3站不就好了嗎？就台北、台中、高雄就好了。為什麼每個地方都要？因為你只要有高鐵的地方，你就可以帶動區域的發展了。這是蛋黃跟蛋白的概念了。交通是促進地方發展最重要的關鍵因素。這個我相信一般的觀眾都有這個概念吧？你買一個房子，你不會買一個交通不便利的地方啊。對台北市來講，哪裡有捷運，哪裡的房價就漲啊；哪裡沒有捷運，你要房子賣貴一點都不容易呢。所以對中國大陸來講，對內它達到了鄉村城市化，它帶動了整個中國大陸內陸的大規模的發展。那對外，它的一帶一路最重要的一個目的，
除了推動對外的貿易之外，更重要的是它突破了過去馬六甲海峽這樣咽喉的限制。北京政府不止一次的提到過，馬六甲海峽就是中國大陸甚至整個這個西太平洋這些國家最重要的貿易的咽喉，因為所有的物資都要經過馬六甲海峽，否則大家幹什麼要去搶南海的主權呢？不就是因為馬六甲海峽嗎？可是因為“一帶一路”，它突破了馬六甲海峽的限制。